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换皮师》故事解说。世人皆知，江湖中有一位鬼手娘子，剖皮剔骨，手段绝世，素手妖姬，鬼面红颜的名号威震天下，人人称道她的换皮之术无双无对。可无人知晓，这位神秘的鬼手娘子正是当朝太子妃沈韵。她倾尽心力辅佐太子赵恒坐稳储君之位，待朝堂局势安定，便悄悄收起太子妃的锋芒，暗中继续做回隐秘的换皮师。外界流传的鬼手传说，皆源自他的一幅画像。也正是这幅画像，让赵恒心生歹念，谋划找人模仿他的样貌，彻底顶替他的身份。沈韵深知换皮之术的残酷，施术全程不得使用麻药，受术者必须全程清醒，皮肉层层剥离，血肉外翻，最终双目失明，形同废人，落得生不如死的下场。可赵恒对此全然不顾，一心只想达成自己的目的。他私心深重，一边贪恋沈家兵权势力带来的助力，不愿舍弃沈韵的家世支撑，一边又偏爱外室江芷幽，舍不得辜负心头所爱。为了两全其美，他决意让江芷幽换上沈韵的容貌，顶替太子妃的身份，陪伴自己稳固储位。为此，不惜让相伴7年的结发妻子承受剥皮剔骨的极致酷刑。7年夫妻情分，在赵恒的野心与偏爱面前荡然无存。沈韵彻底心死，再不念及半分过往情谊。他假意应允，配合换皮计划，同时立下自己的规矩。施术期间，江芷幽与沈韵本人必须一同留在密室，全程封闭，不许任何人打扰干涉。江芷幽得知自己即将取代沈韵登顶后位，心中狂喜，连忙劝说沈韵暂且忍耐，静待自己取而代之，风光无限。同时，他心生好奇，询问赵恒，换皮成功后，沦为废人的沈韵会被如何处置？沈韵一冷眼旁观，静待赵恒的答复。赵恒神色冷硬，厉声警告江芷幽，收起多余好奇心，严守秘密。此事但凡泄露半个字，或是沈韵出现丝毫闪失，便让他死无全尸。随后他叮嘱沈韵，次日将完好无损的沈韵送入密室。3月之后，他要见到一张完美复刻、毫无破绽的全新太子妃。历经此番背叛算计，沈韵早已暗自布局。他不屑于争抢皇后虚名，心中谋划的是做手握实权、垂帘听政的太后。他暗自庆幸，早先听从父亲叮嘱，从未将自己鬼手娘子的隐秘身份、私养隐卫的底牌告知赵恒，这才留有后手，不至于任人宰割。局势既定，沈韵立刻暗中传令，派人彻查江芷幽的底细，摸清他所有见不得光的过往，同时命手下易容术最高超的隐卫清代待命，计划让清代假扮自己坐镇密室，稳住赵恒的信任，静待对方入局。夜色深沉，赵恒走入沈韵寝殿，见他灯下做针线活，便假意温柔叮嘱他保重双眼，切勿劳累。随后拿出太医调配的汤药，谎称是调理身体的良方。沈韵一眼看穿，这根本不是补药，而是麻痹身心、废他根基的穿肠毒药，目的是让他无力反抗即将到来的剥皮之刑。他望着赵恒虚伪温柔的眉眼，想起7年前边关求取时的誓言。当年赵恒落魄无助，多亏沈韵献出药方救下瘟疫百姓，还将所有功劳尽数让给他，助他积攒声望，立足朝堂，更是许诺此生绝不负他。可短短7年，昔日情深意重的誓言早已被野心消磨殆尽。赵恒端起汤药想要亲手喂他，沈韵故作温顺体贴，假意感念他的关怀，随即话锋一转，以他监国操劳为由，拿出自己亲手制作的8珍糕请他品尝。赵恒毫无防备，欣然食之，全然不知糕点早已被沈韵动了手脚，日积月累之下会悄然损伤他的根本，废他身体机能，让他此生再无子嗣。唯有沈韵5岁的儿子赵宇会是他唯一的后人。赵恒吃着糕点，终于吐露心底最深的算计。他坦言，沈韵父兄手握重兵，威望极高，麾下将士只认沈家号令，势力庞大，让他忌惮不已。朝堂内外人人传言，他依附沈家才坐稳太子之位，这份桎梏让他日夜难安。因此，他带回身世特殊的江芷幽，谋划换皮顶替之计，想要彻底摆脱沈家牵制。他甚至虚伪安抚沈韵，即便他日后容貌尽毁，沦为废人，自己也会终身供养，悉心照料。这番话彻底击碎了沈韵最后的念想。他细数自己7年付出，费心费力为他拉拢朝臣，稳固势力，父兄倾尽兵权为他铺路奠基，换来的却是剥皮剔骨的算计与灭门的图谋。他彻底看清，赵恒算计他，扶持江芷幽，从来不只是偏爱，更是忌惮沈家功高震主，想要借机铲除外戚，独掌大权。沈韵心中后怕不已，倘若她只是普通贵女，没有鬼手娘子的身份与自保之力，今夜她与整个沈家必将万劫不复。
就在沈运心绪翻涌之际，江芷幽满脸得意，出言嘲讽。他告知沈运，如今他身边亲信已被尽数调离，深宫之中无人能救他。他还假意慈悲，声称是自己求情，赵恒才留了沈运性命，让他苟活为废人。江芷幽狂妄挑衅，让沈运好好活着，亲眼看着自己夺走他的身份、尊荣与一切，甚至扬言日后生下皇子，便会除掉沈运的儿子赵玉，斩草除根。面对恶毒挑衅，沈运神色平静，冷声回怼，直言明日密室之中，他会让江芷幽亲身体验何为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江芷幽不再争辩，恼羞成怒，转身离去，转头便将怨气撒在年幼的小皇孙身上。赵玉挂念母妃，想要入寝殿探望，被宫人强行拦下，还被污蔑不听话。宫人不惧皇孙身份，将最怕黑暗的赵玉拖去祠堂罚跪，不许点灯，刻意折磨。即便身陷困境，受尽欺凌，年幼的赵玉依旧沉稳懂事，当众斥责宫人以下犯上，阻拦自己尽孝，扬言要面见皇爷爷治罪。宫人惊慌失措，连忙派人禀报赵恒。暗处目睹一切的沈运心中倍感欣慰，庆幸儿子争气明理。随后江芷幽再度折返，肆意嘲讽沈运落魄狼狈，还得意告知他，赵恒监国多年，早已悄悄换掉先帝身边所有亲信，彻底掌控皇宫局势。他直言自己早已布局，坐等赵恒登基，自己取而代之，坐拥皇后尊荣。沈运冷眼旁观，不动声色，心中暗定，暂且任由二人猖狂得意。今夜过后，局势终将逆转，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江芷幽瞥见殿中摆放的嫁衣，心生艳羡。他知晓这件嫁衣是沈运母亲耗费3年心血绣制的遗物，是留给女儿最珍贵的念想，弥补了自己未能亲眼见证女儿大婚的遗憾。他伸手抚摸嫁衣，询问沈运自己穿上它是否能博得赵恒欢心。沈运当即厉声制止，不许他触碰母亲遗物。江芷幽瞬间委屈哭诉，声称自己日后要顶替沈运过完一生，登顶后位。如今只是想试穿一件旧嫁衣，却被百般阻拦。赵恒闻声赶来，连忙安抚他，许诺日后为他举办盛大的封后大典，无需执着于一件旧衣。江芷幽依旧心有不甘，赌气扬言要损毁嫁衣，免得自己触景伤情，遗憾身世。赵恒全然不在意，任由他肆意妄为。片刻后，江芷幽又故作可怜，假意归还嫁衣。赵恒望着眼前人，恍惚想起初见沈运的模样，随口许下相伴终老的诺言，却早已遗忘当年对着沈母立下的一生不负的誓言。沈运冷眼相看，心中断定赵恒根本不配拥有自己的真心，更不配享有沈家的倾力相助。随后江芷幽看到了赵恒与沈运的定情同心配，嘲讽这块玉佩廉价普通，配不上郑国公嫡女的身份。沈运淡然一笑，道出过往真相。当年赵恒无人问津，困于冷宫，是他倾尽所有，才拿出母亲遗留的这块玉佩作为定情信物。若无沈家倾力扶持，为他铺路撑腰，他永远走不到权力中心。江芷幽闻言，手持玉佩试探赵恒，询问他是否还对沈运旧情难忘。赵恒立刻否认，声称紧握玉佩只是思念早逝的生母，随即把同心佩交给江芷幽保管，同时下令次日务必将沈运完好送入密室，静待3月期满，迎来全新的太子妃。待赵恒与江芷幽离去，沈运即刻召见隐卫清代，揭开所有真相。世人忌惮的鬼手娘子，从来都是他本人，清代只是他的隐卫，负责在外接应，掩人耳目。赵恒的所有算计，他早已洞悉，只待时机成熟，反手反击，一网打尽。与此同时，属下查清了江芷幽的全部底细，向沈运如实禀报。江芷幽出身罪臣之家，父亲曾任刑部侍郎，家族获罪满门被抄，女眷尽数冲入教坊司为奴。1月前，赵恒巡视教坊司，因他容貌酷似自己10岁惨死冷宫的生母，心生执念，将他赎出安置在别院。赵恒一生介怀生母出身卑微，惨死冷宫的遗憾，因此将所有愧疚与思念尽数移情到容貌相似的江芷幽身上。他算计沈运，铲除沈家，既是为了偏爱，更是为了弥补自己毕生执念。得知所有真相，沈运彻底通透。他修习换皮术多年，向来只用于救治伤者，修复尸身，从不伤及活人，却被赵恒的偏执与恶毒逼得破例开启活人换皮之术。此刻一无所知的江芷幽还在苦苦哀求沈运放过自己，甘愿为奴为婢，只求保命。沈运神色冰冷，谨遵赵恒指令，留他性命，让他活着见证后续所有变局与结局。不久后，先帝骤然驾崩，遗诏传为太子赵恒，百官跪拜，恳请赵恒即刻举行登基大典，安定朝野。赵恒却当众下诏，
以太子妃沈运重病卧床为由，暂缓登基大典，执意待沈运病愈后，将登基大典与封后大典同日举办。沈运收到密报，瞬间洞悉其心机。赵恒此举只是为了等候3月换皮期满，让江芷幽名正言顺顶替自己，与他并肩登顶，双宿双飞。沈运心中冷笑，决意顺水推舟，成全他的美梦。3月期限如期而至，密室之中，沈运精心布局，让隐卫完美伪装换皮假象。赵恒见到走出密室，容貌神态举止与昔日沈运别无二致的人，由衷赞叹鬼手娘子技艺超凡，毫无破绽。假扮沈运的江芷幽连忙表忠心，声称早已熟记沈运的一切习惯举止，绝不会露出破绽。赵恒反复叮嘱他谨言慎行，若是坏了自己大计，定会剥夺他的一切，取他性命。赵恒望着熟悉的面容，坦言心中依旧别扭不适，全然不知眼前之人自始至终都是真正的沈运。真正的江芷幽早已被沈运送入冷宫，仅留2名工人照料，苟延残喘，度日如年。重回东宫后，年幼的赵玉终于见到思念已久的母妃，满心欢喜，亲近不已。赵恒却以沈运需要静养为由，强行让人带走小皇孙，不许母子亲近。随后赵恒吐露心声，直言昔日的沈运聪慧能干，心思缜密，陪他共度无数难关，却也太过冷静算计，相处起来让人紧绷压抑。反观如今身边之人，温柔软糯，懂得示弱撒娇，更合他心意。这番颠倒黑白的言论让沈运满心讽刺。普天之下，唯有赵恒一人傻傻以为身边人是换皮顶替的江芷幽，殊不知真相早已颠覆一切。他静待赵恒日后知晓真相时的错愕与悔恨。赵恒再三叮嘱，3日之后便是登基与封后大典。沈运的父兄即将回京入朝，让他务必收敛言行，不露破绽。沈运瞬间洞悉，赵恒催促父兄回京，根本不是团聚，而是早已暗中布局，打算借大典之机或回京途中伏击沈家父子，彻底铲除后患。他立刻收敛心神，稳住温顺人设，故作娇羞惊喜，告知赵恒自己已怀有近3月身孕，孩子是密室之约前夜2人温存所得。突如其来的喜讯让赵恒又惊又喜，即刻传太医诊脉，确诊胎气稳固，母子平安。赵恒欣喜若狂，直言这个孩子是自己的福星。沈运冷眼旁观，心中唏嘘。赵恒到此刻依旧分不清，自己执念的到底是他这个人，还是这张酷似其生母的面容。思虑过后，他决意留下这个孩子，给嫡子多一个手足相伴，为保全自身与孩子安危，掌控东宫局势。沈运以胎相不稳，恐宫人误伤龙胎为由，请求重新挑选贴心侍从，替换东宫旧人。赵恒对他满心信任，毫无疑虑，当即应允，让他以未来皇后之尊自主安排。此时手下前来禀报，所有潜伏入宫的精锐隐卫已全部部署到位，镇国公与大将军也将于次日入京觐见。沈运心中安定，决意静待父兄归来，再联手反击，彻底翻盘。同时手下带来消息，赵恒已派人围剿鬼手娘子据点，幸好沈运早有预判，提前布局演戏，制造出鬼手一脉全员咬毒自尽，尽数覆灭的假象，成功骗过赵恒，保全了自己的隐秘势力。虽可惜师傅多年布下的基业，但人员安好，根基未损，一切皆可重来。沈运早已看透赵恒狠戾本性，他当年构陷诸位皇子，借丹药害死先帝，手段阴狠决绝，从无半分情义底线。次日早朝过后，镇国公与大将军如期入宫，赵恒故作亲和，感慨沈运久别佳人，定然欢喜。沈父深知赵恒心性，不愿虚与委蛇，直言要与女儿说几句梯级私话，让赵恒先行处理朝政。赵恒毫无疑心，欣然离去。独处之后，沈运看着鬓生白发、苍老许多的父兄，心中酸涩不已，立刻拿出母亲遗留的手帕作为信物，快速告知父兄赵恒的阴谋。父兄随即告知沈运，他们早已察觉异常，有所防备。赵恒暗中勾结北狄，故意制造边境战事压力，逼迫沈家父子轻装简行，仓促回京，再于半路设伏，意图一网打尽，根除沈家势力。3人当即商定里应外合之计，假意落入圈套，顺势演戏，静待反击时机。为避免赵恒起疑，沈家父子不敢久留，短暂相聚后便匆匆离去，叮嘱沈运万事谨慎，静观其变。沈家众人离开后，赵恒即刻折返，追问方才交谈内容，疑心重重。沈运早已备好说辞，温柔坦言父兄只是心疼他身怀身孕，独居深宫，再三叮嘱他安心养胎，还感慨年迈体弱，战甲沉重，全无异常破绽。一番温顺恳切的话语，彻底打消了赵恒所有疑虑。
赵恒放下戒心，提及胎稳之后便可同房共处，言语间满是期待。沈韵假意温柔贴合，心中却了然分明。早前他制作的8针膏，日积月累早已废掉赵恒根本，让他失去正常能力。今夜正好借机验证成效。入夜后，赵恒意欲清静，沈韵故作体贴，以他朝政繁忙，身心疲惫为由委婉推脱。赵恒坦言并非劳累，只是对着这张熟悉的面容，依旧心生隔阂，难以适应。沈韵顺势故作大度贤惠，主动提议待他登基之后，亲自为他主持选秀，充盈后宫，为他挑选合意妃嫔。深夜时分，手下紧急来报，赵恒离开寝殿后，接连传唤多名宫女侍寝，所有宫女最终都被无声抬出，尽数惨死。赵恒还以伺候不力为由草草定罪，掩盖自身缺陷，发泄怒火。沈韵淡然置之，任由他猖狂一时，心中清楚，他的末日早已近在眼前。登基大典便是他的落幕之时。数日之后，赵恒如期举行登基大典，顺利登基称帝，沈韵也同步被册封为皇后。登顶后，沈韵刻意主动上奏，恳请广选秀女，绵延皇嗣，刻意塑造温柔贤淑、顾全大局的贤后形象，博取朝野美名，稳固自身地位。随后，他亲自下厨，烹制饭菜，熬制滋补汤药，假意关怀帝王龙体。赵恒看着温柔体贴的沈韵，满心感慨，直言对比。他抱怨从前的沈韵强势聪慧，精于算计，让他终日压抑，束手束脚。如今的皇后温顺懂事，事事以他为尊，让他倍感舒心。这番话让沈韵满心讽刺，7年倾心相助、生死相伴的付出，终究抵不过假意温顺的逢迎。真心被视作累赘，假意却被奉为贤德。冷宫之中，双目失明的江芷幽彻底落入绝境，只能听闻外界喜讯，知晓沈韵身披凤袍，头戴凤冠，坐拥万里江山，母仪天下。沈韵亲自前往冷宫，当面告知江芷幽，本该属于他的尊荣，终究因他的贪心恶毒尽数落空。江芷幽满心怨怼，放狠话报复。沈韵冷漠回之，不许他轻易赴死，强行喂下药丸，让他苟活于世，亲眼见证赵恒覆灭，自己落败的结局，慢慢清算损毁嫁衣的旧账。朝堂之上，赵恒身体日渐衰败，频繁咳嗽，胸闷气短，精神萎靡。一众太医反复诊治，却始终查不出中毒迹象，只能将病因归结为登基操劳、气血亏虚，开具温补汤药调理。赵恒心中不甘，深知身体异样绝非劳累所致，却寻不出病根，只能私下派人寻访宫外猛药，想要强行恢复状态。沈韵假意贴心照料，日日亲手熬制大补汤药，实则汤药药性相克，暗藏慢性剧毒，日复一日侵蚀赵恒五脏六腑，彻底掏空他的身体根基。赵恒毫无防备，日日饮用，对沈韵愈发信任依赖。闲谈之间，赵恒直言沈韵腹中孩儿是福星，诞生后便册立太子，而沈韵亲生的皇长子赵宇，在他眼中是隐患祸患，日后必定寻机处置，斩草除根。听闻赵恒要对亲生儿子下手，沈韵恨意翻涌，几近失控，却依旧强忍情绪，温顺依从。他不断调换汤药配方，杂糅各类隐匿相克药性，让太医永远无法查出病因，静待赵恒油尽灯枯。与此同时，沈韵的布局全面收效，手下尽数截获赵恒与北狄往来的密信，悄悄篡改信中内容，刻意激怒暴躁的北狄王。被篡改的密信成功激怒北狄，对方当即撕毁盟约，大举南下，接连攻占2座北境城池，兵锋直指京师，朝野震动，人心惶惶。赵恒见状，心中大喜，认定这是铲除沈家父子的天赐良机，即刻下旨命郑国公与大将军轻装快马，即刻返境迎战，打算让沈家父子深陷战乱，战死沙场，彻底独掌兵权，稳固皇权。沈家父子当众领旨，誓死报国。赵恒志得意满，笃定心腹大患即将根除。他全然不知，这一切都是沈韵的算计。北境之乱非但不会覆灭沈家，反而会让沈家彻底掌控边境兵权，壮大势力，而他自己的帝王之路已然走向末路。赵恒沉浸在算计得逞的喜悦中，身体毒性再次发作，咳嗽不止，气息紊乱。沈韵依旧假意体贴，端上定神汤为他调养身体，冷眼旁观他自取灭亡。为彻底落实铲除沈家的计划，赵恒特意安排沈韵出宫送行，深知沈家父子对他毫无防备，命他借机劝饮毒酒，永绝后患。宫门口送别之际，沈韵故作不舍牵挂，以女儿之名奉上送行酒，叮嘱父兄保重身体，静待凯旋。远处的赵恒满心以为大局已定，
却不知沈运倒酒瞬间，已将解百毒的秘药弹入杯中。父兄安然无恙，毫发无损。他的算计再度落空。送别父兄后，赵恒日日等候前线死讯。可一连3日，他派去伏击，伪装成北狄探子的精锐人手，尽数失联，全军覆没。赵恒心生慌乱，急令彻查。就在此时，体内剧毒彻底爆发，他当场吐血昏迷，朝堂大乱。太医诊治过后，依旧将病因归为操劳过度、心火郁结，查不出任何毒性根源。沈运冷眼旁观，嘲讽一众太医医术浅薄，庸碌无为。赵恒苏醒后暴怒斥退太医，心中愈发恐慌，生怕沈家大军回京，颠覆自己的江山。很快前线传回确切消息，赵恒派出的伏击精锐被沈家5000人马尽数围剿。沈家父子稳守北境，安然无恙。赵恒彻底慌神，急忙派人写信试探沈家父子，探查是否心生疑心。此时太医再次禀报，赵恒五脏六腑尽数衰败坏死，身体油尽灯枯，仅靠一丝生机勉强续命。寻常汤药已然无效，只能依靠烈性猛药强行吊命。沈运当即下令动用最猛的虎狼之药强行留住他的性命。这类猛药虽能短暂吊命，却会彻底掏空身体本源，让赵恒彻底瘫痪卧床，形同废人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受尽反噬折磨。猛药起效后，赵恒短暂苏醒，却彻底丧失行动能力，无法理政。朝堂百官见状，纷纷上奏恳请册立太子，稳固国本，并请皇后沈运临朝听政，主持大局，稳定动荡朝局。沈运临危受命，执掌朝政，第一时间下旨册封嫡子赵玉为太子，恢复沈家军旧例福报。3日之内足额拨付北境军饷，安抚前线将士。有朝臣以无先例为由出面质疑，极力反对。沈运气场全开，强硬回击，直言非常之时当行非常之法。前线将士浴血沙场，保家卫国，绝不容许克扣军饷，延误战机。但凡阻挠边防大局者，尽可辞官离去。随后他破格提拔亲信能臣执掌户部，全权督办粮草军饷。多年耳濡目染与7年朝堂历练，让他深谙朝政运作之道。如今父兄掌兵权，他掌朝堂，彻底掌控大济江山。病榻之上的赵恒一时模糊弥留之际，终于心生悔意，虚弱询问沈运是否后悔嫁给他，后悔助他登顶帝位。沈运坦然作答，当初倾心相爱，倾力相助是真心，如今看他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也是真心。随后他缓缓揭开所有真相，赵恒专属龙位早已被隐卫尽数清除，皇宫内外朝堂上下尽在他掌控之中。赵恒满眼难以置信，不敢相信自己从头到尾都被算计，被欺骗。沈运冷漠回怼，最先背叛欺骗的人从来都是他自己，从始至终留在他身边的都是真正的沈运，从未有人换皮顶替。世人畏惧的鬼手娘子，从来都是他本人。一场精心谋划的夺权大戏，终究是沈运筹谋全局，笑到最后。